嗨，大家好！这期影片的重点是我将会带领大家一起比较共同基金、台股 ETF、美股 ETF 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并且手把手的带领大家一起去计算它们有哪些隐形成本。大家都知道被动收入吧？被动收入就是我们不用做任何事情就会有收入进来。那被动支出呢？被动支出就是我们也不用做任何事情，我们的支出就会一直不断的流出。那各位知道自己投资的金融商品有非常多的被动支出吗？这些被动支出会在无形之间就啃食掉了我们的获利。这就像是我们工作，如果我们是员工的话，老板会帮我们保劳健保，那么劳健保那些费用其实是我们的薪水，而那些薪水我们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就被拿去找劳健保了。那这个就是一种被动支出。那接下来 Kevin 将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一起去计算我们投资的基金到底有哪些被动支出。相信大家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一定可以找到更划算的标的去进行投资。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这是一个自己探讨投资理财、财富自由等等有关财富的平台。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共同基金跟 ETF 它们的差别。共同基金的意思就是由基金经理的专业金融从业者管理，向社会投资者公开巴拉巴拉巴拉什么的。白话文的意思就是一群投资人他们集资，然后请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帮他们去管理这笔钱，然后专业的经理人会用这笔钱去做任何的投资。这些投资的获利由经理人跟这些投资人去做分配。那共同基金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那共同基金有什么优点呢？首先，它的优点就是因为我们是请经理人去帮我们管理的，所以它是一个人为主动的管理，所以它可以使我们的投资比较多元化。也就是说，经理人他可以投资非常非常多的标的。那也因为他投资比较多的标的，所以它的风险呢也会比较低。第二个重点叫懒人投资，也就是说你不用了解非常多的标的投资标的，你也不用了解非常多的投资学问，你就直接把钱给经理人做管理就可以了。那缺点的部分就是它收费比较高啦，因为我们要请经理人帮我们操盘，所以我们一定要付他薪水嘛。那经理人一定会有公司嘛，那公司一定有很多杂费啊、水电啊，像是广告这些的费用。那这些费用呢，都是要从投资人这边去索取的，所以它的收费呢会比较高。那第二个缺点就是，要是这个经理人的绩效不好的话，你可能就会马上脱手，所以这就会考验我们投资人对这个经理人的一个信心。再来就是这一档基金它的绩效会跟随着经理人而起起伏伏。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档基金的管理的经理人有做变更的话，那这个基金的绩效一定会受到影响。第三个缺点，流通性比较差。也就是说，我们不管要申购基金，或者是我们要赎回基金，也就是卖进跟卖出基金啦，我们都需要透过中间的单位去进行，中间的流程就会比较复杂。所以说，它无法说我们现在买，或是我们现在卖就可以马上成交。那共同基金适合对象有哪些？不擅长进行投资分析的人，但是他却想要有投资获利的人。那接下来主题2，什么是 ETF？ 那 ETF 的中文的意思叫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那么又称交易所交易基金。其实它也是一个基金啊。那基金的意思就是一个篮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的投资标的。那白话文就是 ETF 它是一个可以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不像是共同基金。共同基金的话，你要交易的话就比较困难。那 ETF 又分为主动式跟被动式，主动式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有个经理人去帮你做操盘。那被动式的话呢，就是他一开始就已经学好了规则。那规则可能就是你追踪某一个指数，或者是你追踪某一些大盘，或是某一些产业部分。那优点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它流动性比较高，因为它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交易。通常就是我们只要说我们要卖这个 ETF， 那通常下一秒、几秒钟之内的话就可以成交了。那第二个就是收费用比较低。如果我们是投资被动式的 ETF 的话，那它的内扣费用就比较低，因为我们没有去请基金经理人来帮我们操盘嘛，我们就只是照着那个规则在走，人事成本的话就会比较低。那第三个优点就是我们可以轻松的追踪产业的趋势或是一些指数等等。那第四个优点就是它的持股透明度比较高，我们只要上网搜寻，我们就会马上查询到 ETF 它的持股有哪一些。那缺点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追踪的是某一个指数，它里面的成分股的比例偏重的话，那么 ETF 原本是要分散风险的功能就会下降。以0050举例，0050它的主要成分股就是台积电嘛，然后它的产业分布的话呢，科技产业呢也高达了70%，也就是说0050这档 ETF 它分散风险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好。那 ETF 适合的对象就是一些想要跟着市场脉动去走的投资人。那还有一些就像是小资族可以进行投资因为我们 ETF 现在已经可以进行零股交易了，那小资族就可以用比较低的门槛去投资 ETF。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比较共同基金和 ETF 它们之间的费率有哪些差别。那共同基金的费用，我们这边是主要以成分为股票的基金为例当然了，其他的基金的话呢，它基本上也是会有这4种费用。
那主要4大费用是哪4大费用呢？第一个费用叫做交易手续费，第二个费用叫做信托管理费，第三个费用叫总开销费用，第四个费用叫做基金保管费。那什么叫做交易手续费呢？交易手续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购买基金，也就是我们申购基金的当下，我们就要缴交的费用。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基金啊，它是赎回的时候才要缴交。那它的手续费的话呢，基本上是从1.5%到3%。那另外一个费用叫做信托管理费。那信托管理费就是如果我们透过银行去购买基金的时候，我们才要付的费用啊。那这个费用是我们赎回的时候才要缴交。那年利率的话呢是0.2%。那第三个费用就是总开销费用，因为我们是花钱请经理人帮我们做操盘，那也会有基金公司嘛，所以它要扣除一些杂费啊、水电费那些，那这些费用都是我们投资者要付的。所以呢，这总开销费用就是那些费用。那这些费用要怎么扣除呢？它就是假装你的年利率是2%好了，那它就是365天去除以2%，那就是每天扣，每天从你的净值里面扣除，那这就是一个内扣费用。那第四个费用叫做基金保管费，那基金保管费也是一个内扣费用哦，因为我们投资基金的话，我们钱不是直接放在基金公司，而是放在第三方的资产保管机构，那这个简称就是银行啦。然后它每天从我们的净值里面扣除费率，那费率也是一样，年利率2%，年利率0.2%，然后也是每天从我们净值当中扣除。那这2个费用是我们完全连碰都没有碰到的费用，就被扣除掉。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举例。那我举例的基金叫做元大台湾加权股价指数基金。那它的交易手续费的话呢是2%，那信托管理费是0.2%，那总开销费用呢是0.7%，那基金管理费呢是0.1%。那我这边是以1年来做计算嘛。那这个资料来源是我从理财网上面所查到的。假设现在有一个投资人叫做凯瑟，那他投资100万，然后透过银行申购此基金，并且持有5年。那这5年下来呢，基金投资标的的平均报酬率为25%，也就意思说，凯瑟投资这档基金，他花了100万，然后这100万给基金经理人去做管理，然后基金经理人用这100万去投资，假如投资股票好了，然后他投资的这些股票呢，平均报酬率是25%。那请问，凯瑟持有这档基金5年之后，然后把这档基金赎回来，它的总获利是多少？那这边的话呢 ，Kevin 希望各位可以按下暂停，然后来自己用计算机来算一下费用到底是多少。因为自己手动操作的话呢，各位就可以马上记起来，那学习效率是最好的。好，那我现在要马上解答喽。交易手续费是2万块，那么信托管理费是1万块，那总开销费用是3.5万，那基金保管费的话呢是0.5万，那总成本的话呢是7万块。所以我们平均报酬率25%的话，我们会有25万。原本我们应该有获利25万，但是我们要扣掉我们的总成本嘛，总成本是7万块，所以我们实际能获利的话是多少？是18万。那18万相较于25万的话呢，其实我们获利只剩下多少？72%。所以这边 Kevin 是想要跟大家表达说，如果我们投资共同基金的话，我们除了手续费之外，它的内扣费用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各位如果要去投资共同基金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总开销费用哦，总开销费用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个总开销费用是我们连看都没看到的，所以是最多投资人会忽略的一种费用。那再来，我们来讲解台湾 ETF 有哪些费用。那我这边的 ETF 呢，主要呢是以成分为股票的 ETF 为主啦。那它的费用的话，主要4大费用。第一个费用也是一样，是交易手续费，再来是信托管理费，再来是总开销费用。只是它第4个费用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基金的话呢，它第4个费用叫做基金保管费。那 ETF 的部分的话呢，它第4个费用叫做证交税。哦，这2个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 ETF 它的交易手续费有哪一些。那台湾的 ETF 呢，它不管是买进或是卖出，它都需要付手续费。那我们主要是委托券商帮我们去进行下单的。那手续费的部分呢是0.145%，那这是原始的手续费。那每个券商的话不同的话，可能会有所折扣啦。那这边比较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边买进跟卖出是以买进的时候的价钱跟卖出的时候的价钱。所以说，假装你买进的时候是100万，然后你卖出的时候你的资产已经翻到200万，那你的卖出价钱就是200万，然后200万去乘上0.1425%。OK， 好，那再来就是信托管理费。信托管理费就比较少见了，因为我们信托管理费是通过银行的这个通路去购买 ETF， 我们才需要付信托管理费。那我们现在通常都直接用券商去进行交易，所以我们都不会经过这个信托管理费。好，再来是第3个总开销费用。总开销费用也是跟共同基金一样，我们当然要付一些管理费啊。那它的年利率呢落在0.3%到2%之间。那被动式的 ETF 它的年利率会比较低，那主动式的年利率就会比较高。那再来是证交税。那证交税就是我们卖出 ETF 的时候我们要支付的费用，那是以卖出的价格做计算。那如果是你是进行当冲的话呢，那你的证交税就是0.15%。那假装你现在要投资一档 ETF， 然后你花了100万去购买，
那3天后呢，它还是100万，然后你把它卖掉的话，你要不要缴证交税？要哦，你就算没有任何的获利，你也要缴出这个证交税哦。好，那现在我马上举一个范例，这个范例是元大台湾卓越50基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0050啊。那0050呢，它主要的费用哪些呢？第一个叫做交易手续费，也就是买价的0.145%，还有卖价的0.145%，再加上信托管理费啊。但是因为我们通常不会借由银行去买 ETF， 所以这信托管理费是没有的。那第三个是总开销费用，0050今年的部分的话是0.43%。那证交税的部分的话是卖价的0.1%。假设凯瑟这次投资100万，那他是借由证券商去购买0050这支 ETF， 并且他持有长达5年的时间。那这5年的时间呢，0050所投资的股票平均报酬率是25%。那请问凯瑟持有5年之后，他的 ETF 总获利是多少呢？那这边 Kevin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按暂停，然后自己去计算一下。OK， 好，那我马上解答哦。那0050的费用试算的话呢，交易手续费是0.14万，去加上0.17万，也就是0.31万。那信托管理费用的话呢是0，那总开销费用的话呢是2.1万。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2.15万，大概是2.15万。那证交税的部分的话是0.62万，所以它的总成本的部分的话是3.09万。所以呢，如果我们投资0050这个标的的话，我们平均报酬是25万，那我们扣掉我们的总成本3.09万的话呢，我们的获利是21.91万，所以我们获利的话呢，其实还有88%，还算不错啦。那这边 Kevin 想要表达就是，除了手续费之外，我们的成本比例当中，内扣费用是占绝大部分，大概占了70%左右吧。所以说，我们选择 ETF 进行长期的投资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重内扣费用哦。既然我们前面已经讲完了共同基金，还有我们的台湾的 ETF 他们的费用的部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当然一定要讲一下我们美股的 ETF 啦。常常会有人在那边讨论，我们到底要投资台股还是投资美股？他们两个的手续费到底是要怎么算？哪一个比较划算？哪一个投资报酬率比较高？哪一个长期投资下来报酬率比较高？那这边的话呢 ，Kevin 就来帮大家算一下，如果我们投资台湾跟美国这两个 ETF， 它们之间的费用有哪些差别？那美股的 ETF 部分的话呢，它交易的话呢，主要有2个费用，一个叫做交易手续费，另外一个叫做总开销费用。那交易手续费的部分现在已经是零手续费咯，你只要使用 TD Ameritrade 或者是嘉信证券或者是 First Trade， 那这几个券商呢，它的交易股票或者是 ETF 都已经全免手续费了。那再来就是总开销费用，那美股的 ETF 它总开销费用大概是落在0.03%到1%哦，0.03%是3%啊，非常非常的低。那当然会有人说啊，我们投资美股不可能只计算什么交易手续费跟总开销费用，一定会有人说，那我们汇钱过去，我们汇钱回来，是不是也要算那些费用？好，那这边 Kevin 就算给你们看哦。我们这些费用叫做资金流动费用，主要有汇费、还有电报费、还有出金费。那汇费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从台湾汇钱到美国，或是从美国汇钱回来，我们都需要缴汇费。那汇费的部分是以每笔0.05%做计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台湾汇100万到美国的话，那100万去乘上0.05%，那就是500块，500块钱。那单笔交易汇费最低是200，那最多是800。OK， 好，那再来就是电报费。那电报费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出境到国外的话，我们会要付电报费；那入境的话是不用。那电报费又分为2种，一种叫做1封电报，一种叫做2封电报。那这2个差别在哪里？1封电报呢，它是300元。这个金钱的流程图是怎么走的？它是先从我们台湾的银行经过中转行，然后中转行它会抽取手续费大概15到20美金，之后呢，它会汇到美国的银行，券商会从那边做提领。OK， 那第2个叫做2封电报。2封电报的话呢，它就是没有经过中转行，就直接从台湾的银行到美国的银行，然后券商就直接从美国的银行做提取。那这个费用的话呢是900元，那1封电报的话呢是300元。那再来的话呢，第3个费用就叫做出金费。出金费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从国外券商我们拿钱回来，我们所要付的费用。那 First Trade 的部分的话是35美金，那 TD Ameritrade 的话是25美金，那银透证券的话呢是10美金。那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说我们汇钱出去的话，我们要汇费加电报费；那汇钱回来的话，我们要汇费加出金费。那这边大家有没有了解啦？我们来举例 VO 这档 ETF， 这档 ETF 呢是追踪美国500大企业的 ETF 啊，就是 S&P 500指数啦。其实跟我们台湾的0050有点像，只是它是追踪美国500大企业。那它的费用有哪些呢？首先它的交易手续费是0%，那它总开销费用是3%，0.03%啊。刚刚我们看到的0050，它的总开销费用是0.43%，
那 VOO 这档 ETF 呢，它相较于0050来讲的话，它的总开销费用是只有0050的1/14而已啊。那会费的部分，如果是出金的话呢，最多的话是800，那入金的话呢，最多也是800。那电报费的部分的话呢是900，那出金费也就是我们从券商里面把钱理出来的话，我们要付$25。那我这边是以 TD Ameritrade 来做范例。好，那我们来假设曼尼这次投资100万到 VOO 这支 ETF， 并且他持有了5年。那这5年当中 ，VOO 所投资的股票平均报酬率是25%。那请问曼尼持有5年之后，他卖出 ETF， 并且把钱汇回台湾，它的总获利是多少？那这边大家也是要自己再算一下哦。好，那我们来解答一下。VOO 它的费用试算，首先它的交易手续费是0%，它的总开销费用是0.15万，那它会费的部分的话呢是0.08，我这边是用最高的会费啦，其他应该比较少，那我们就用最高的会费嘛，就是0.16万。那电报费的话是900块，就是0.09万。那出金费的话呢是$25，那$25我们来以现在台币兑换美元来看的话是28，那就是700块。那700块的话就是0.07万，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多少？0.47万啊。那我们平均报酬是25万，减掉我们的总成本只有0.47万，我们的获利是24.53万。也就是说，我们获利基本上是99.9%，我们所有的获利基本上都拿到了。那这边 Kevin 是想要表示说，我们美股投资现在已经没有手续费了，并且美股投资它的 ETF 的费用率也是非常的低，而且美股投资它的主要成本都是一些固定成本，就像是会费啊、电报费啊、出金费这些的主要成本。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非常的少，所以说如果各位是要进行一个长期的投资的话呢，投资美股是蛮适合的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费用的重要性。假如有一档富豪基金，他们的投资标的平均报酬率是20%。当费用率提高1%的时候，他们的获利会是多少？那第二题是我们把这个报酬率改为10%的话，那它的费用率提高1%，那它的获利会减少多少呢？各位可以稍微想一下，其实蛮简单的。那答案就是，如果它的平均报酬率是20%，我们费用率提高1%的话，它的获利会减少5%。那如果平均报酬率10%的话呢，费用率提高1%，那我们获利会减少10%。那这边 Kevin 是想要跟大家表示，报酬率越低的商品，它的费用率对获利的影响就会越大。OK， 那我们最后我们来重点回顾一下。第一个重点就是共同基金除了手续费之外，它的内扣费用也是不容忽视。那第二个重点，报酬率越低的商品，长期下来它的费用率对获利的影响就会越重。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美股投资大部分券商都已经免去了股票还有 ETF 的手续费。那这两个费用免去的话，我们投资美股的话，我们的成本就降得非常非常的低。那第四个重点就是美股投资的话，它比较适合一些中长期的投资人进行投资，并且它总投资金额超过20万的话呢，就非常适合去进行美股的投资。好，那影片到现在，各位有想要投资美股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1。那如果还是想要投资台股 ETF 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2。那如果想要投资共同基金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3。那投资没有对错啦，每种投资方式都有适合的对象。只要适合你们自己的投资方式，就是最好的投资方式。那如果现在还在荧幕前面的各位，那 Kevin 要给大家一些 bonus。这个 PDF 档 Kevin 大概花了2-3天的时间去做资料的统整。那我将会是这个影片的留言的状况，还有点赞的状况，来免费送出这个 PDF 档。那要怎么获得这个 PDF 档呢？各位只要在下方留言，我会持续学习投资理财。那 Kevin 将会统计人数，并且在下期影片的时候将这个档案寄给各位。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拜拜。